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、辛芷蕾亮相东京国际电影节，两人一起红毯风格造型太养眼。电影《乔妍的心事》正在热映，剧组主创也来到了东京参加国际电影节。这期间，赵丽颖、辛芷蕾隆重亮相，两人身穿高定礼服一起走红毯，看起来又美又优雅。而二人不同的装扮风格也让人眼前一亮，果然美女穿什么都是美的。赵丽颖、辛芷蕾最近没少被大家热议，一来是因为赵丽颖又凭借《风吹半夏》提名了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，二来她7、8、9 3个月都在拿奖，所以屡次获奖，自然热议不断。而辛芷蕾主要是恋情方面的消息，有媒体拍到了她的男友翟天临与一个高挑美女同看话剧，同进出一个小区，所以爆出了二人分手的消息。对于这个消息，辛芷蕾的助理直接回应了，他表示辛芷蕾现在是独美，言外之意已经很明了了。所以听到辛芷蕾单身的消息，他的粉丝都很开心，因为姐终于可以认真搞事业，好好拍戏了，而且以后还很有可能找个比翟天临更优秀的男人。或许辛芷蕾真的是少数明星被分手大家还恭喜的人了吧？因为二位明星自带热度，所以此次东京国际电影节上也流出了不少照片。从照片中看，赵丽颖和辛芷蕾状态都非常不错，两人一暗一淡的礼服穿搭看起来颇为有女神范，特别是辛芷蕾的黑色长裙带着一丝性感，让她看起来格外迷人，而赵丽颖的则有些小清新，和她温婉甜美的形象也比较搭。不知道此次电影节上乔妍的心事会不会有所收获呢？乔妍的心事讲述的是一位边陲小镇出身的女孩乔妍，经过多年努力成为知名演员，却因一条匿名勒索消息陷入困境。与此同时，她失踪多年的姐姐突然出现，也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转折。两人在羡慕、嫉妒、猜疑中彼此都得到了救赎。影片中赵丽颖和辛芷蕾的表现都备受大家称赞，尤其是赵丽颖的眼神戏，更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不过也有人说这个电影内容单薄，剧情简单，而且辛芷蕾演技看着比赵丽颖演技强太多了。总之各种说法都有，但具体的效果究竟如何，还是要以票房来说话。2024年是赵丽颖的丰收年，她获得了飞天奖、金鹰奖以及百花奖女配角奖，所以大家对她的期待值比较高。不过对于获奖，她的心态也非常平和，兴奋肯定是有的，但更多的是一种稳定的状态，期待未来赵丽颖再为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2. 乔妍的心事票房口碑双扑街，留给赵丽颖的机会仅剩一次。赵丽颖、辛芷蕾主演的《乔妍的心事》上映3天，票房口碑双扑街，首周末票房仅7000多万，超过20%的排片不算低。影院给足了电影面子，却没有得到理想的票房回馈，这意味着第2周将继续是毒液最后一舞唱主角。清冷的市场，工作日产出不了太多票房，而到了周末，刘德华、白宇的大片《焚城这个杀手》不太冷老枪上映，以及哈利波特系列继续重映，乔妍的心事没有太多增长空间。平台预测内地最终票房1.53亿，片方分账仅6000万左右，很难回本。乔妍的心事不是商业大片，片方请赵丽颖来，肯定指望借她的名气博更多票房，相应的赵丽颖肯定也是所有演员中片酬最高的一位，但希望落空。赵丽颖显然扛不动票房，截至发稿，总观影人次仅187万。如果电影品质够好，会支撑电影票房走出长线。遗憾的是，乔妍的心事口碑也不尽人意，过滤掉一眼看上去就是粉丝挽尊和硬撑，普通观众给乔妍的心事靠谱的评价
中评和差评占比很高，口碑不好，一半归咎于羸弱的主题，单薄的剧情让整部片子都很无聊，缺少内涵和思想性，还有水时长之嫌。比如单薄的剧情和肤浅的人物塑造，没能很好的回应和解答片名心事二字。就如有网友评价的那样，电影的人物表现和动机都相对单一，辛芷蕾是我才是乔妍，黄觉全程都是把合同签了，宝石老就是给我1000万，赵丽颖饰演的角色就是程素睡不着觉，点燃一根烟，结论是乔妍没啥心事，都是烦心事。还有打2星的观众写的评论非常中肯，电影撇去那些浮于表面的人物情绪紊乱与线索隐藏轨迹，叙事的驱动力仅剩下对所谓上流圈层的窥探。双女主的身份、情感错位无法从内部给予故事足够的戏剧张力，只能依靠脸谱化的外部刺激不断推翻重写。最终结论是，既要逼格又要下沉的拧巴心理展露无遗，类似的观感已经不是1次2次了。国内文艺片似乎陷入了一种以攒局为核心策略，以诈骗式宣发为必备技能，以首周票房为终极目标的畸形创作观，到头来受伤的只有观众。虽然言辞挺狠，但批评并不过分。乔妍的心事上映前高举女性主义大旗，预告片凸显姐妹2人相爱相杀，但看过全片则会发现，精彩刺激的部分其实就是预告片里那些。电影片名字幕在70多分钟才亮出，接着就开始用回忆解释了妹妹为何会用了姐姐的名字，这是所有故事的缘起和核心，但实在太单薄了，整部电影毫无嚼头。同时，单薄的剧情其实不足以撑起112分钟的片长，于是导演把戏中戏加进来，其实和主线故事关系不大，拿掉毫无影响，放进来既可以水时长，也可以满足观众对上流圈层的窥探欲。编剧和导演的角色塑造和人物关系铺陈都相当失败，所有角色的人物动机都很奇怪，桥段和细节的逻辑性也有问题。一家即将上市的大公司，黄觉饰演的沈浩明何必和乔妍死磕？明星饰演明星，赵丽颖应该很清楚这一路走过来有多不容易。那么当电影里的乔妍不断和经纪人对着干，泼资方老板红酒，就没觉得人物动机有问题吗？董宝石饰演的余亮，非法途径入境的人，怎么会如此肆无忌惮？至于姐姐，我很不理解她靠妹妹过上这么好的生活，有什么理由还要站在她对立面，有那么多的心思和算计？毕竟当初选择是自己做的决定，路也是自己走的。电影前半段的悬疑尚可，后半段几乎持续垮塌，逻辑性不好，导致剧情很难让人入戏。拿不到出生证的婴儿，没有合法身份的父亲，是怎么将孩子过继给沈浩明的？中国台湾来的导演显然不了解国内的领养政策，不用说婴儿父母健在，就算那边没问题，沈浩明也不具备领养条件。姐妹俩和余亮冲突爆发，是在房间里那场戏，一个没有身份、鬼鬼祟祟的人，怎么敢大张旗鼓地进来洗劫房间，还拿电锯破坏保险柜？还有乔妍和沈浩明的对决，导演真的是厌男到极点。一个即将成为上市公司老板、野心爆棚的男人，怎么可能一点自控力没有？在这种场合下要强暴自己的艺人，血流满地的他说没死都让人觉得奇怪。而乔妍用重器连番砸向对方，早就超过了自卫的范畴，他是怎么做到不追究刑事责任的？以及结尾一家3口在缅甸过上了小日子，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？剧本差到这种程度的乔妍的心事，一线生机是演员用精湛的表演给电影增色。遗憾的是，赵丽颖的表演并不过关。其实明星演明星，相当于赵丽颖演她自己，要比塑造其他角色容易不少。但多数戏份，包括重场戏在内，
她都像是人形立牌，没有多少情绪表达。比如姐妹俩在房间联手对抗于亮的戏份，辛芷蕾情绪外放，她的紧张、焦急和愤怒都找得很准，但后面进来的赵丽颖几乎没有任何情绪表露，质疑于亮也只是在单纯说台词而已。最后的重场戏，赵丽颖也完成得不好，面对沈皓月的要挟和逼迫，前面没有狠劲儿，后面也没有挣扎中该有的紧张和害怕。这样扛不起演技，也扛不动票房，留给赵丽颖的机会已经不多了。在电视剧领域横着走的赵丽颖，在电影领域可不是这么回事儿。要知道影视寒冬持续，资方花重金找赵丽颖这个层次的女星，显然是指望她能带来票房收益。但《浴火之路》票房不佳，乔妍的心事票房口碑双哭。接下来赵丽颖还有一部合作冯小刚的《向阳花》，这很可能是留给赵丽颖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票房和口碑还是不理想，恐怕她以后就会像酱园弄澎湖海战里那样，用边角料一样的配角给电影添枝加叶了。最后想说，粉丝们总会说自家偶像会选剧本云云，其实行业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美好。这个圈子从来都是缺钱，而不是缺演员。一部电影没钱肯定拍不成，但少了哪个演员都能拍出来。在资方面前，演员其实是弱势的一方，他们像嗷嗷待哺的小鸟，等着资方递过来剧本，然后再决定演还是不演。如果我是赵丽颖，假设手头有6、7个优质项目，足够我演个2、3年，乔妍的心事我一定不会接。